李明，我今天太开心了，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。哦，真的吗？听起来你很高兴，是在哪儿认识的？是在公园里呀。我今天下午去公园看书，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走过来，问我可不可以坐在我旁边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了。她叫小月，是一个大学生，跟我一样喜欢看书，还喜欢听音乐。我们聊了很久，感觉好像认识了很多年一样。真好，你总是这么容易交到新朋友。是啊，因为认识新朋友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不过，说真的，李明，我发现很多人，特别是正在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，他们觉得介绍自己和认识新朋友是学习中文最难、最紧张的一部分。我非常理解。我虽然是中国人，但有的时候在一个全是陌生人的环境里，让我做自我介绍，我也会有点紧张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怎么说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不如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。怎么用中文自然地介绍自己，开始一段新的友谊？这个主意很好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这可能是他们最需要也最想知道怎么做的。我们可以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方法。好，那我们从最开始的部分说起。你觉得认识一个陌生人，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？我觉得最简单也最安全的就是你好。没错，一个微笑加一句“你好”，这是全世界通用的“我想认识你”的信号。是的，有的时候我们想的太复杂了，我们总是在想，我应该用什么高级的词？我的发音标准吗？对方会怎么看我？其实，对方可能也在想同样的问题。就是这样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第一天去教室，一个同学都不认识。我坐在座位上，心里很紧张。然后我旁边的女孩子对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好，我叫王宇。”等一下，他叫王宇，和你一个名字啊？哈哈，不是，是我先跟她说的。我鼓起勇气对她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好，我叫王宇。”啊，原来是你主动，这很像你的风格。对，然后那个女孩子也马上对我笑，说：“你好，我叫陈雪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你看，就这么简单，从一句“你好”开始，我们后来成了最好的朋友。所以，关键是第一步，说出你好，然后说出你的名字。比如，你好，我叫李明。对，或者可以更客气一点儿。你好，我叫王宇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认识你这句话非常有用。是的，他表达了一种友好的心情。对方听到通常会很高兴，也会说：“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”这里有一个我发现的常见问题，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，他们很害怕说自己的中文名字。比如一个叫 Michael 的朋友，他的中文名叫马可，他总是担心自己说的不标准，别人听不懂。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担心。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，说自己的名字时会紧张，
因为这是关于我的最重要的信息。如果这个信息对方未听懂，会让人有点难过和尴尬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的建议是，别担心。第一，慢慢说，说清楚一点。第二，如果对方没听清，你可以重复一遍。如果还是不行，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在手机上或者纸上给他们看，这完全没关系。重要的是你愿意交流的态度。这个方法非常好，写出来。现在大家都有手机，很方便。而且，当你在手机上打出你的名字的时候，这本身也创造了一个小的互动机会。没错，所以总结一下第一部分，一个微笑，一句你好，然后告诉对方你的名字，我叫什么，最后加上一句很高兴认识你，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开场。好了，我们认识了，也知道对方的名字了。接下来聊什么呢？接下来通常会交换一些最基本的信息，比如你是哪国人，你是做什么的。对，比如我会说，你好，我叫王宇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一名中文老师。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介绍，包含了姓名、国籍和职业。对我来说，我可能会说，你好，我叫李明，我来自北京，我在一家公司工作。我来自北京和我是北京人意思差不多。对于学习中文的朋友，他们可以说，我是美国人、英国人、越南人，或者我来自美国、英国、越南。是的，然后是职业，可以说我是一名学生，或者我是一名医生，我是一名工程师。如果你的工作有点复杂，不好解释，可以说的简单一点，比如说我在一家银行工作，或者像我刚才说的，我在一家公司工作。没错，简单最重要。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考试，只是在交朋友。你不需要说的那么精确。比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工作是用户体验设计师。这个词有点难，所以他跟中国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就说，我的工作和电脑有关系。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，先给一个大概的方向，如果对方有兴趣，他会继续问，这样对话就自然地进行下去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点。在中国，有时候人们见面，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人，可能会问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。是的，比如你多大了？你结婚了吗？你有孩子吗？对，我有一些外国朋友觉得很奇怪，甚至有点不礼貌。他们会觉得，我们才刚认识，你为什么问我这个？我理解这种文化差异。在中国，尤其是在长辈的看来，问这些问题有时候是一种表示关心的方式。他们觉得这是了解你的生活状态，想和你拉近关系。是的，他们并没有恶意。但是作为建议，我通常告诉我的学生，和年轻的中国人交朋友时，一开始最好不要主动问这些问题。我同意，我们可以先从更安全、更有趣的话题开始，比如爱好。对，爱好是我最爱。
这是认识一个人最好的方式。你可以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加上一句你的爱好，比如，你好，我叫王宇，我是老师，我喜欢看电影和旅行。这样非常好，因为爱好是一个开放的话题。如果我也喜欢看电影，我就可以马上问你，真的吗？你喜欢看什么电影？然后我们就可以聊很久了。这样一来，气氛就从正式的自我介绍变成了两个朋友在聊天。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比喻。我觉得认识一个新朋友，就像打开一本书，你先看到书的名字，也就是对方的姓名，然后看看封面，这是第一印象。再读一读简介，了解他的国籍和职业。但是要真正知道这本书好不好看，你必须读里面的故事，也就是他的爱好，他的想法。哇，这个比喻太好了！交朋友就像读书，我喜欢。所以分享你的爱好，就是邀请别人来读你这本有趣的书。是的，你可以说，我喜欢运动，我喜欢听音乐，我喜欢做饭，我喜欢学中文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开始。李明，我们刚才聊了怎么说，但我们忘了很重要的一点，介绍自己不是一个人的演讲，是两个人的互动。你说的非常对，不能总是你在说。说完你自己的信息，一定要把问题扔回给对方。怎么扔呢？很简单，用一个呢字儿。比如说，我说完我叫李明，我马上就可以问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这个呢太有用了。我说我是中国人，你呢？或者我喜欢看书，你呢？完全正确。这个呢字就像打乒乓球一样，我把球打给你，现在轮到你了，这样对话才能继续下去。除了呢，我们也可以用完整的问句，比如问名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问国籍，你是哪国人？问工作，你做什么工作？问爱好，你有什么爱好？或者你喜欢做什么？这些都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问句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而且在问问题的时候，要注意听对方的回答，这是尊重，也是找到共同点的关键。比如，对方说他喜欢运动，你不能只是点点头，说哦，对，你还要继续问。是吗？你喜欢什么运动？跑步还是游泳？或者，太好了，我也喜欢运动，我常常去打篮球，你呢？这样你们的共同点就找到了。我来扮演一个害羞的，不知道怎么继续聊天的学习者，你来帮我。开始。好的。你好，我叫小雨，我是学生，我喜欢听音乐。你好，小雨，我叫李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喜欢听音乐。你喜欢听谁的歌？我喜欢周杰伦。周杰伦，太巧了，我也是他的歌迷。他下个月在北京有演唱会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哇！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就好多了？
我只是根据你给我的信息听音乐，多问了一个问题，你喜欢听谁的歌？我们的对话就变得非常具体和生动了。是的，我明白了。关键是要对对方说的话表现出真正的好奇和应确，不要怕问为什么、是什么、怎么样。正是如此，真正的交流来自真诚的好奇心。我们说了这么多理论，不如来点实际的吧。我们模拟2个场景，怎么样？好主意。什么场景？第一个，在中文课上，我们是第一天见面的同学。第二个，在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。可以。第一个场景在教室里，你先开始吧。同学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叫王宇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李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是第一次来这个班吗？是啊，我是这个学期刚来的，你呢？我上个学期就在这儿了。我们的老师是张老师，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。太好了，我还有点紧张呢。对了，李明，你是哪国人？你的中文说得真好。嘿嘿，我是中国人，你呢？我是美国人，我的中文不太好，以后请多多帮助我。没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。你看，这样就很自然。我们交换了名字，还聊了聊关于这个班级的情况。是的，接下来第二个场景，朋友的生日聚会，环境可能有点吵。我来扮演一个比较害羞的客人，你来扮演热情的主人，把我介绍给另一个朋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走到李明身边，李明，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。啊，好。我扮演小月。小月，来，这是我的朋友李明。李明，你好，小月，我叫李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小月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你是王宇的？我是他的同事，我们在一起工作。哦，原来是同事。你们在哪儿工作呀？你们的工作有意思吗？你看，在聚会上，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来介绍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，这样可以减少很多尴尬。没错，所以如果你的中国朋友带你去参加聚会，不要害怕，这是一个认识新朋友的绝佳机会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好像聊了很多关于认识新朋友的话题。是啊，从第一句你好到还有如何继续对话，我们都聊了，希望对正在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有帮助。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聊到的重点词语和句子吧。首先是打招呼和介绍自己，你好，我叫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然后是交换B本信息，我是哪国人，我做什么工作，或者是我喜欢做什么。别忘了，还有最重要的提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呢？你喜欢什么？这些都是让对话继续下去的钥匙。没错，记住，不要害怕犯错，勇敢地开口说第一句话是最重要的。没错。那么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第一次用中文介绍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是紧张还是兴奋？你和你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非常非常想听你的故事。你可以在我们的频道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期待看到你们的分享。好了，今天的每天说中文就到这里。